在冬季，到底是南方冷还是东北冷呢？衣服冻成棍子可以站起来，脱水成冰是什么样子呢？来看今天的影片。到底是南方冷还是东北冷？这窗户已经告诉你东北有多冷了，得亏昨天把这窗户给封上了，不然那是真的太冷了。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-21度，最低已经达到了-33度。先把柴火把这炕给烧上，顺便添锅水洗衣服。一会儿带你们出去看看到底有多冷。前两天看评论，有朋友说东北有-20度，那扯呢。说实话，我真想让你来体验一下这温度。还有朋友说东北的冷没有南方冷，东北的冷是干冷，南方的湿冷才是真正的冷。我觉得可能因为地理环境不同，所以冷的方式也不同吧。南方说冻死了，那只是个形容词，东北搞不好真会冻成棍儿。洗完衣服带你们看看这外边到底有多冷，顺便来做个实验。这衣服都是冒着热气端出来的，先给它挂上。这一边挂衣服已经给冻上了，再来打2个生鸡蛋，半小时之后我们看结果，看它能不能冻上。拿瓢水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泼水成冰，几秒钟立马给冻住，上边一层都是冰。再拿盆酸奶，我们来一个炒酸奶，看能不能炒成功。这一盒我是倒了5小杯，把水果到里边给它搅拌一下，半小时之后我们看看冻成啥样。半小时过去，我们先来看看这鸡蛋已经完全冻住了，这颜色就跟冻熟了一样。再来看看这炒酸奶，半小时已经冻成沙了。再给它冻上个半小时，这冻的是梆梆硬，这怼都怼不动，比冰箱里冻的还快还结实。别看这天有大太阳，其实还是挺冷的。这衣服都已经冻成棍儿了，都能站着走了。给它收棚里，棚里还能暖和一点。东北的冬天那真叫是一个冷，但是屋里还是挺暖和的。冻得硬邦邦的裤子真的可以放地上立起来。你见过大雪天吗？雪花落下的瞬间，是大地与天空的温柔对话。踩在积雪上的滋滋声，仿佛冬日的序曲。捧一杯热茶，看白色覆盖世界，让寒冷也变得浪漫。你见过大雪封门吗？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。这2天我们这儿也迎来了大暴雪，直线降温有个10多度，一夜之间就被封冻了，就像行走在一个大冰箱里边。学校也都停课了。早上起来又下了一大厚层雪，然后这门都打不开了。胖着急就从邻居家跳出去了，看这锁也上冻了，给他撩了撩才打开。这门也都冻住了，这底下雪都铲了，还是打不开。最后只能使出我这狠劲儿，然后给踹开了。偷偷的告诉你们，这门还被我踹坏了。这门打开了，先把这炉灰给倒了。有朋友说这来回搬太麻烦了，这个炉子呢也是可以掏灰的。屋里边本身烧火的话灰就大，如果再在屋里掏灰的话，就天天打扫也打扫不过来，所以我都是拎出去倒，再把这火给点着，一会儿回屋的话也暖和。这场暴雪我已经 N 多年没有见过了，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大雪封门。记得小时候见过那么一次，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雪了。看这雪现在还在下呢，预报着3、4天的雪呢。这场雪开始是下了那么一厚层，还没来得及扫呢，就又接着下了一场雨，紧接着就给冻住了。看这地面上这一层都冻得已经铲不下来了。每天都是先铲出这么一条路来，等这场雪彻底的停了之后，再把院里这一堆雪给铲了。大雪还在下。棚里这鸡窝也该打扫了，这俩鸡是一点都不带老实的，吃食的这个槽子也都给它定住了，还撒的哪儿都是面。这底下这个塑料布也给它换一下。
这棚里边一扫的话，飞的都是土，正好掺一点血给它养上，还能杀菌。到地上扫扫就能把这个灰给吸了，这样的话灰尘就不会乱飞了。收拾完这大雪天的也没有啥事儿，出去溜达一圈，顺便带大家看看外边的雪景，然后把这快递给取回来。这一下雪的话，这电动车也就骑不了了，直打滑，只能溜达着去了。白雪皑皑。室内外温差50多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来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在我们这边屋里屋外温差有个50多度，为啥屋里要烧得那么热穿短袖呢？还有就是穿短袖出来的话不冷吗？这饺子放外边冻了一个晚上，已经被这雪给盖住了。先把雪给铲一下，然后淋桶水，一会儿把饺子挂个蜡。有朋友说看我们穿的也不厚啊，跟几度穿的衣服一样，其实穿的也是挺厚的，里边也有大棉裤毛衣啥的。再一个就是习惯了这个温度，也不会说一直在外边待着，也不会觉得有多冷。这饺子好像冻了一个晚上，有点冻大劲儿了，都粘住了，得拿锤子使劲给它敲一敲，震下来，不然直接起的话该破皮了。把这饺子倒水里边给它过下水，这样外边就会有一层保护膜，防止风干，而且的话也不容易裂，煮的时候就跟新鲜的一样。像好多卖海鲜的也都是这样做的保鲜。过完水有个几分钟就冻好了，给它装进这个袋里，然后放在外边这个室外天然的大冰箱里边。估计最近的话，我家这早饭就吃它了。胖穿短袖出来，好多朋友都好奇，这么冷的天不冷吗？其实我们屋里都是烧的特别的热，出来一下的话，反而还觉得挺凉快的，一小会儿的话是没问题的。我家现在是3个温度，外边在零下30来度，棚里边差不多是零下20来度，屋里是在零上25到30度，这屋里屋外差不多有个50-60度的温差。我家这屋的窗户是透风太严重了，里边这层窗户上的这个月季都已经冻蔫了，用抹布把这窗户给擦一擦，然后也用塑料布给它糊上，这样也能暖和一点。至于为啥屋里烧得那么热，也不是说柴火多有条件，是因为外边那么冷，屋里20来度的话也根本感觉不到热乎，像17、8度的话都感觉是凉飕飕的。还有就是烧得少的话，这不到天亮屋里边就冷了，像我家晚上是7、8点钟最后一炉子烧完之后就灭火了，差不多早上的5、6点钟屋里就有点凉了，所以说必须得多烧一点，才能一觉睡到天亮。嘿胖胖，嘿胖胖呢？下去！嗷！嗷！室内外温差来到60多度，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来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在我们这边屋里屋外温差已经达到了60来度，你敢信吗？这地面都已经冻鼓了，门都打不开了。现在我们这边最低的温度是零下30多度。之前做这个门的时候是特意的安了高一点，前段时间下了一场大雪，这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雪，然后这2天气温也是特别的低，这地面都鼓了一大厚层，都有点卡门了，把这雪给它凿一凿。棚顶上这层雪遮光也是特别的严重，这小屋里都是黑乎乎的，现在顶上也都有点化了，够也够不着，已经冻住了，只能等它自己一点一点的往下化。别看外边是特别的冷，但是屋里的话烧的都有暖气跟炉子，还是特别暖和的，平均温度也都是在个26、
17度，穿个小衫啊、短袖就行。当然，屋里烧的这么暖和，也是烧的特别的多。这炉坑没个几天就又满了，先把这炉灰给掏了，然后倒出去。这掏灰的时候都洒水了，但是飞的还是有灰尘。每次掏完灰，这屋里边都得打扫个一遍。我感觉我家这卫生做的还是挺频繁的，但是还是收拾不出来，乱糟糟的。这马上也是离过年越来越近了，来一个年前的大扫除，看看收拾出来会不会好点儿。看这窗台上这一层油污得有多厚吧？估计没有比我家更厚的了。先给它喷上一层油污净，让它闷一会儿。这暖气管也是熏的黢黑的，只要有脏的地方都给它喷一点，像这种特别脏的地儿都给它多喷一点，一边喷也就瓦解了，然后打扫起来也比较省事儿，用抹布轻轻的一擦就掉了。给所有问题找答案，我们总是记着顺利清算，成长教我和每个人道谢，伤害我的朋友也祝你拥有美好明天。当你匆匆地走完这一生，那些故事我家厨房的话也没有橱柜，在这儿放了个货架，然后放几个收纳筐，把那些调料呀、菜啥的有时候就放这儿了，把它都给它分类，用的时候也好找。之前这块的话放一些洗菜盆啊、锅啥的，看着也是乱糟糟的，又买了一个架子，然后放这儿，把这些锅碗瓢盆啊都给它放这儿，然后拉一个帘子，看着也就没那么乱了，而且还能挡灰啥的。最后收拾完，再把这个地给拖一下，这样看是不是比之前要好点呢？这收拾完卫生热糟糟的，来一个冰点降温。看我家这屋里温度跟夏天一样，说温差有个60度是一点都不带夸张的。我家黑炭也是热的都已经趴地上了。热的都趴地上了。东北农村工作半年，休息半年，这样的猫冬生活，你羡慕吗？来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很多南方朋友表示很羡慕东北的猫冬生活，说干半年休半年，这一猫冬也就不用干活了，除了吃就是喝的，可真好。在东北农村生活虽然很安逸，但是咱也主打一个不闲着。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得把这炉子给点着，因为我们取暖的话全靠它了，所以每天这烧炉子烧火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这猫冬也没有啥大活，都是一些7、0、8岁的小活，8、9点吃过今天的第一顿饭，也没有啥娱乐爱好，也不爱走街串巷，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，然后没事自己在家捣鼓。这不这又来大活了，从老叔家整了一个废的油桶回来，用它改造一个烧火炉。我家今年是屋里边改了炉子，直接通炕了，这一天炕都是热乎的。但是它有一点不方便，就是后边大锅也是通炕的，它俩不能同时间用。像平常的话都是把大锅那块给堵住，用这个大锅做饭的时候再给它端起来，然后再卸开，而且两头的话顶的屋里还冒烟，是特别的不方便。正好有一个废旧的油桶，就给它改造一下，偶尔在外边炖个菜啥的也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把里边用砖跟泥土啥的套一下，再开一个口子，一会儿套上这个炉筒子就差不多了。再来挖一锅血，然后把火给点着，试试冒不冒烟的，没啥问题，安上这个炉筒子就能用了。这大冷天的在外边干活都老遭罪了，别说是干活了，在外边待上一会儿都冻得受不了，这脸都冻得没知觉，嘴都冻瓢了。前几天赶大集囤了好多的肉，正好胖他们也好久没聚了，几个朋友在一起聚聚，用这个铁锅炖个大鹅。这大冬天的最适合做个铁锅炖啥的了，还暖和。给它咕嘟个一会儿，再放点土豆干，接着给它咕嘟。给所有问题找答案。
总是记着树林心酸，成长教我和每个人都是伤害我。每次朋友来，几乎也都是我家改善伙食的时候，平时也都是各忙各的，但是每个月也都会聚上那么1、2次，大家坐在一起说说笑笑，聊聊天，喝点8+1。生活虽然是枯燥的，但是快乐是我们自己给的。你们呢？多久没聚啦？生活在平淡，快乐总能开花。平凡的日子里，哪怕是一顿热饭，一场日落，都是值得珍藏的美好时刻。来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到底是南方冷还是东北冷？带你体验零下30、40度东北农村猫冬的一天。现在越接近年底，是越来越冷了，最低已经达到了零下30多度。下午3点钟天就黑了。看南方有的地区还在穿短袖，我们从10月份就已经穿上羽绒服了，真的是南北差异太大了。东北的冬天，室外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，那可比室内的大冰箱好用多了。上次包的冻饺子都快吃完了，今天打算再包一点囤着，再做一个铁锅炖，这大冷天的也暖和暖和。先把这炉子添点煤，然后把屋里的炕给烧暖和一点，把排骨放在这炕头上先化着，再来和点面给它醒一下。之前腌的酸菜也都腌透了，捞一颗洗洗，包饺子那都老香了。今天包2种馅的，再来一个芹菜猪肉的。猪肉解冻了一下，给它切成块。今天用的肉末也比较多，就不手剁了，放进这个佐料机里边搅碎，按几秒就能搅成细腻的肉末了。再用配套的陶瓷佐料碗把葱姜分别搅碎，一会儿放饺子馅里，吃起来会更香。也是一盖一按就搅碎了。换一个干料刀头，先磨一点花椒粉，放馅里去肉腥味儿，馅料会更香。这样一个碗搅1种食材，也不用担心会串味儿，备起菜来也会更方便。调个肉馅，胖也回来了，排骨也化透了，清洗一下，然后放锅里给它炖着。有朋友说我们穿的也不多，到底是真冷还是假冷？感觉还没有南方冷呢。开始我以为南方不冷，但南方的朋友以为我们北方人是抗冻。北方的冷属于是干冷，南方的冷属于是那种湿冷，那才是真正的冷。南方说冻嘎了，那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在东北的话，搞不好真会冻成棍儿。排骨也快好了，放一点土豆干进去，再给它咕嘟一会儿，屋里的饺子也就开始下锅了。最后搞个蘸料碟，一会儿蘸饺子吃。今天又是丰盛的一餐，排骨、土豆干、饺子就开饭了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左右，我们已经开始夜生活了。这个点儿你们在干啥呢？吃完饭，这饺子也冻好了，这才冻了2点，冻的是当当硬，上面都是一层冰。给它收起来，放在这个冰缸里边，再把厨房也收拾一下。东北的冬天是冰雪织成的画卷，也是炊烟升起的温情乡梦。屋外大雪覆盖，世界像镀了一层银光。屋内炕头热腾腾，炖锅里飘出蘑菇炖鸡的香味，一家人围着火炕说笑，暖意融化了寒冷。村口的孩子堆雪人、滑冰车，欢声笑语在清冽的空气中回荡，仿佛童年都被冬天点亮了。热气腾腾的饺子，烧得微醺的小酒，柴火炉上烤着金黄的地瓜，每一口都是冬天的幸福密码。生活在这里虽简单，却像雪花一样纯粹，每一帧都透着东北人的热情与豪爽。东北的冬天不只是寒冷的季节，更是最有温度的记忆。